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6月10日星期二，佛历7月上15，万象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今天是佛日，提醒各位听众别忘礼佛，祝愿大家都能积功德、结善缘、得福报。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438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5基普，跌幅0.02%。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56.95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0.9基普，涨幅0.14%。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2961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2基普，涨幅0.07%。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1134.04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6.1点，跌幅1.4%，开盘1150.14点，最高1150.99点，最低1133.09点，成交量129700股，成交金额6829万30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55基普，交易量9万90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萨万尼。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740基普，交易额4025万2000基普，其次是中老证券和萨万尼。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3532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10万基普，涨幅0.28%。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6月4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817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280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747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第9届国会第9次会议正式开幕。第9届国会第9次会议于6月9日正式开幕。会议议程涵盖了对2025年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国家预算、货币计划执行情况的审查，以及下半年的计划部署。其他重要议题包括国家5年发展计划草案的意见征集、新时期道路建设和维修激励政策、电力发展相关政策、法规和机制的执行情况、老挝旅游年活动的成果及未来规划、全国法律宣传工作的总结评估。会议还将审议并批准10部法律的制定和修订，其中包括网络安全法、社会福利法等5部新法律，以及对药品和医疗产品法、所得税法等5部现有法律的修订。2. 第24届汉语桥中文比赛老挝赛区成功举办。6月6日，老挝国立大学文学院成功举办了第24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老挝赛区选拔赛。老挝国立大学副校长、中国驻老挝大使馆政治处主任、中国工商银行万象分行行长等领导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来自老挝国立大学、苏发努冯大学、老挝苏州大学等5所设有中文专业的高校，共18名学生参赛，旨在选拔1名优秀选手代表老挝赴中国参加国际汉语桥比赛。比赛分为中文演讲、知识问答和中华才艺展示3个环节。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孔子学院中文教师专业的卡耶颂耶作同学表现突出，荣获1等奖，并将代表老挝参加全球汉语桥比赛。皮亚达桑阿派同学获得2等奖。3. 老挝出席绿色转型倡议大会及2025年世界环境日活动。6月4日至5日，老挝自然资源与环境部部长本坎沃拉吉率团在韩国济州岛出席了环境部长圆桌会议、绿色转型倡议成员国大会以及2025年世界环境日庆祝活动。2025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应对塑料污染。本坎沃拉吉部长在会上强调，塑料污染是全球性问题，需区域和国际社会共同合作解决。
他介绍了老挝在减少塑料使用和促进循环经济方面的多项举措。此外，老挝积极参与区域和国际合作，已批准东盟海洋垃圾宣言和修订后的巴塞尔公约。4. 中老泰马四国铁路运输合作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国、老挝、泰国、马来西亚四国铁路运输合作会议于6月9日在中国重庆举行。老挝方面由老挝国家铁路公司总经理道金达西哈拉率领出席。此次会议旨在探讨通过四国铁路快线运输集装箱货物的合作，主要议题包括缩短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服务价格、共享运输信息以及使用统一的运输文件。会议将持续3天。5. 凯山峰威汉士领导现场督导排洪渠清淤工作。6月9日上午，为解决居民区积水内涝问题，凯山峰威汉士市长坎普伊西布洪亨率队前往赛亚普姆村，对湄公河沿岸排水渠的紧急清淤工作进行现场督导。此次督导旨在解决因强降雨导致排水渠堵塞，造成道路积水和居民房屋被淹的问题。坎普伊西布洪亨在现场强调，市公共工程与运输局应加强对市内堵塞排水渠的清理和维修，确保排水畅通，保持市容整洁美观。6. 老挝韩国农业博览会成功举办，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为庆祝老挝与韩国建交30周年，由韩国国际协力机构、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老挝农林部以及老挝韩国农村发展培训中心联合举办的2025年老挝韩国农业博览会于6月6日至7日在老挝万象埃德购物中心举行。博览会旨在展示来自韩国和老挝的农产品、日用品及消费品。活动内容丰富，包括农产品展销、品尝与购买两国特色产品，向参观者派发老挝农产品现金券。此外，活动现场还设有大奖抽奖活动，奖品包括往返韩国机票及住宿，以及烹饪表演、即时照片打印、喂小动物等多样互动环节。7. 占巴塞省举办报恩之旅参观考察活动。6月3日至8日，由占巴塞省省长阿伦塞森纳拉率团，赴万象市、万象省和琅勃拉邦省进行参观学习和经验交流。此次报恩之旅活动特别组织了占巴塞省前高级领导和退休干部进行参观，主题为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阿伦塞森纳拉省长表示，此次活动旨在带领考察团深入了解实际工作，进行经验交流，并探讨如何引导人民自主发展，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独立。2025年，占巴塞省高度重视对退休干部和前领导的政策关怀，包括组织赴越南体检和参观考察等。8. 云南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访问老挝博交省。应老挝博交省经济贸易代表团邀请，中国云南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沈永杰于6月4日至5日访问了老挝博交省。博交省副省长坎佩翁站亲切接待了代表团。坎佩翁站副省长指出，在老中两国合作机制的指导下，双方合作不断深化，范围日益广泛。博交省拥有博交国际机场和金三角经济特区等投资优势，中国企业已成为该省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投资领域涵盖农业、能源、矿产、工商业、服务业和旅游业。代表团还参观了农业基地、交通枢纽、高尔夫球场、金三角木棉岛小学和金三角国际口岸等。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